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怎么评价自己的智商？随着成长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，智力并不总是能记住大量的定义，解决量子物理问题，在脑子里算方程式，或者做大数乘法。聪明可以意味着很多事情，即使自己不这么认为，也可能比自己认为的要聪明得多。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，那就请继续观看下去吧。很有创造力。觉得自己有艺术细胞吗？也许喜欢画画、演奏乐器、跳舞，不管喜欢什么艺术形式，如果很有创造力，那么很可能也很聪明。长期以来，心理学家一直认为，创造力是智力的一种形式。尽管研究表明，聪明的人不一定有创造力，但事实往往恰恰相反，有创造力的人也很聪明。这是因为有创造力就意味着能跳出思维定式，为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，拥有不同的视角。这些都是聪明人的特质。房间有点乱，听说过创造性一团糟这个说法吗？事实证明，这是研究得出的结论。对一些人来说，在凌乱的房间里工作确实能激发创造力。既然我们知道创造力和智力是齐头并进的，就可以说一个人的创造力其实显示了这个人有多聪明。所以，如果有人抱怨你的房间状态，告诉他们你只是在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。有聪明的朋友。俗话说物以类聚，说到智商，选择朋友或伴侣时，这可能也适用。我们通常倾向于和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点的人一起玩，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希望他们和我们完全一样，但需要有一些共同点，可以谈论的共同话题。想想和自己一起出去玩的人，觉得他们聪明、有才华吗？如果是，那你可能和他们一样聪明。再想想，如果他们的水平在你之上，可能会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无聊，也许不会理解他们，或者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展开有意义的对话。但如果你们是在相同智商水平上的一个群体，就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建立联系。很善解人意，很关心别人吗？总是试着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吗？如果亲近的人受到伤害，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吗？如果认为这种描述适合自己，那么可能有很高的同理心和情商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EQ。情商也是智力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这是一种理解情绪，并以健康有效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能力。同理心是情商的关键组成部分，这意味着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，同时也意味着可以看到别人是否在挣扎，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微妙的肢体语言暗示，就是说能深深接受周围的每一个人，毫无障碍地理解他们的经历。想知道一切。大家已经听说过智商 IQ 了，但听说过好奇商数 CQ 吗？好奇商数代表一个人学习新事物的愿望和动力。研究表明，一个人越好奇，可能就越聪明。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可能是因为好奇的人会通过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新事物，并尽可能多的学习，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此外，他们更有可能提出原创的想法，这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解决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研究周围世界的新事物，那你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要聪明得多。不认为自己很聪明。认识那种喜欢吹嘘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有多聪明的人吗？同时，还有另一个人显然很聪明，但对自己的智商评价很低。这被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，一种让人们高估或低估自己智商的认知偏差。研究表明，更有智力天赋的人对自己的看法更现实、更接地气。他们知道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，他们也认识到别人很聪明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们更会花时间学习新知识。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很聪明，但这恰恰是使他们从起点就是个聪明人的原因。那么，你有我们提到的迹象吗？我们总是很容易把自己想的最坏，或者干脆无视别人对我们说的所有美好的事情，但真心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聪明。智慧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，所以即使在今天，心理学家仍然在研究它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。心理学家都认可的一个观点是，一个人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变得聪明，谁都不需要像爱因斯坦那样聪明。如果允许自己看到这一点，将能够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潜力。如果您认为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并分享给小伙伴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
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